大家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学习人力居住环境这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一套体系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也就从秦汉时期的黄石公第一个感知到天人合一，他感知到天上的北斗七星与人们居住的房间产生一定的宇宙能量。当人们居住这一套房间里面，这一家的人跟这一套房间融合为一体的时候，每一个房间在北斗七星的能量场下，跟产生的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有的人会非常健康，有的人会有疾病，有很多的灾难。所以这都是根据北斗七星与居住的环境产生的一种宇宙能量。咱们现在用科学的方法一步一步的来解释它，让大家很快的学会这一套理论体系。学会以后，你就可以检查检查你自己居住的环境是不是符合古人的建筑模式要求，会不会给你带来了健康，带来了事业有成，会不会给你带来了痛苦、疾病、灾难。我觉得这一套理论大家学学，对自身有很大的帮助。咱们现在从零开始，一步一步的往下讲，大家跟着我可以学习。咱们第一步从易经开始。易经它的最开始，他研究的这个宇宙的宇宙，比如说我们地球在没形成之前，就是些飞沙走石在宇宙中间的碰撞连接，经过数亿万年，最后才融合一个球，就是我们现在的地球。所以这时候阴阳不混，分灯不开，所以它这时候叫无极叫无极，也就是它用这个符号一个圆来代表无极。用这个圆代表无极这个符号也就是古人讲的一个神话故事，叫盘古开天地。就是这个时候分得没开的时候，也就是说盘古没给这个阴阳打开，所以这叫无极。当这个神话传说盘古给这个天地劈开的时候，氢气上升，周期下降，形成了阴阳，也就是后来人们学的太极在运转。后来这个又用这个符号阴阳鱼，这边是阴，这边是阳，带两个这个是表示宇宙在运转，阴阳在旋转，阳盛阴衰。这时候呢，就是地球上分开了阴阳了，所以叫太极。这个古人把这些东西，他们很有智慧，全部用符号来表示他是一步一步的给它分解从无极到太极。太极这时候分出两仪了，有阴有阳。它从这两个符号，两横代表阴，一横代表阳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两个阳爻代表太阳，这两个阴爻代表太阴这一阴一阳，这两个阳爻这两个爻组合在一块叫少阴，一阳一阴叫少阳。这就是从两个仪生成四象，然后四象再生成八卦。八卦代表天地
是东西南北这个金木水火土都从八卦里头已经分出来了。这个太阳但生的3个阳爻叫乾卦，乾卦在古人用这个符号代表是天，一化开天。他们观察到天的时候，看到像一个弧形的大哥看在人的头顶上，所以他画了三横啊，叫乾卦。然后这3个阴爻代表大地啊，他们俯览大地的时候，看到大地的山川河流啊，就是一片大地被河流给它隔开，所以他就用这3个符号代表是大地。这时候这个四象太阴啊，上面加一个阳爻，就是艮卦，这个在代表山啊，艮卦也代表这个从方位上代表东北啊。这个然后少阳上面加一个阴卦，叫坎卦啊。坎卦在五行上代表水，在方位上代表北方，这是后天八卦啊。然后少阳上面再加一个阳爻，叫巽卦啊。巽卦这个后天八卦上代表东南，也代表红啊。在这边少阴上面加一个阴爻为震卦，震卦在后天八卦上代表东方，叫震卦啊，五行属木。然后在少阴上面又加一个阳爻为离卦，离中虚啊，代表南方，也代表和，代表光明的意思啊。在这个家庭人口中代表这家里中女。这一个太阳上面加一个阴爻为兑卦，兑卦在后天八卦上在西方，属金，五行属金，在家庭里代表少女的宫位。这个太阳上面再加个阳爻，3个阳啊，为乾卦，为天啊，在后天八卦代表西北，五行代表金，在先天八卦上是代表南方，代表天。从这个易经的源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时候八卦天地这个方位和这个五行都在八卦里头能表现出来啊。这个张还讲了，坤卦代表大地，乾卦代表天啊。这个中间呢，它五行在八卦里头都能找出来了啊。这个乾卦它的五行是什么？是金啊。它代表天，在通过这个易经的八卦，咱们慢慢的转向居住环境了啊。这个东西它代表方位，它的五行属金，方位呢在西北方。它在这一家的人口是一个代表谁呢？代表老父亲啊。也就是说，它在五行属金，它的方位在西北方，就是你一套房子，你或者一处宅子，这个方位乾卦在西北方，而且是谁的宫位呢？是老父亲的宫位啊，老父亲的宫位。把这些东西要得记住啊，刻在脑子里。然后这个坤卦代表它的五行是土啊，五行是土，它的方位是西南方。记得
它五行属土，方位在西南，在乙甲日人口中间，它是谁的宫位啊？知道吗？它是你家里老母亲的宫位啊，老母亲的宫位，这个一定要记住啊。然后咱们讲这个艮卦，艮卦它的五行也属土，记得它跟这个坤卦它两个都属土，方位它是在东北方，东北方啊。他在这个家里是谁的宫位呢？是你家少男的宫位啊，少男都是说你家最小的儿子那个宫位就在艮方，在东北方，五行属土。坎卦属五行属水啊，记得属水。它的方位在什么地方呢？它的方位在正北方，正北方。在你这个住的房子的北方是谁的宫位呢？是中男，也就是你家第二个儿子啊，宫位中男。然后咱们再讲这个巽卦，巽卦它的五行属木，它的方位在东南方，在你居住的这套房子或者这个宅子的东南方，在你这个家庭是谁的宫位啊？是长女的宫位啊，是大女儿的宫位啊，大女儿的宫位和大儿媳妇的宫位啊。如果说你家里大闺女出嫁了，娶个大儿媳妇，那他们的宫位都换了，你闺女的宫位、长女的宫位变成长媳的宫位了。然后是震卦，震卦和巽卦五行是一样的，都属于木啊。震卦在这个居住的环境的方位，也就是东方，东方。然后你家人的宫位，它是谁的宫位呢？是长男啊，长男。长男都是家里大儿子的宫位啊，属木，五行属木啊。一定要把这个八卦方位和这个五行记住，然后是谁的宫位记住。咱们下一步讲到这个宅子里四面八方，把金木水火土和这个每个人的宫位都带进去了啊，然后通过深刻之化，知道哪个宫位对谁身体好，对谁身体不好，对谁事业好，事业不好啊。然后是离卦，离卦在哪里？离卦啊，五行属火啊，属火啊，在正南方属火。然后它的方位是在正南方，也就是家里谁的宫位呢？是中女啊，中女，也是你家里第二个女儿的宫位啊。第二个女儿大了出嫁了，这个宫位就是你家第二个儿媳妇的宫位啊。所以他到时候娶了第二个儿媳妇啊，就变成儿媳妇的宫位了。这个最后一卦兑卦，这一卦五行属金啊，它方位在你居住的这个院子正西方啊，院子西方啊。它是谁的宫位呢？是少女的宫位啊，少女。少女是谁个？就是你家里最小的一个女儿啊，第三个女儿。然后你这个女儿大了出嫁了，这个宫位就是你最小的那个儿媳妇的宫位，第三个媳妇的宫位啊。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无极到太极，太极到两仪，到四象到八卦，然后从八卦里头咱们记它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它的元素定下来了啊。你知道空艮都属土，
这个坎属水，巽震这两方位属木，南方离为合，西方兑为金乾属金，然后乾是老父亲的宫位兑是小女儿和小媳妇的宫位，离是总女儿和总儿媳妇的宫位，震是长男的宫位，巽是长女的宫位，也是长儿媳的宫位，坎是中男的宫位，震是少男的宫位，空是老母亲的宫位。咱们把这个一定要记下来了解清楚，然后再学阳宅，一步一步的都很容易了然后呢，咱们紧接着来看看这个河图洛书的方位和朔离这两个图据学它很古老河出图书，河出图洛出书。这黄河一个龙马背着这个图腾被人们发现了，人们用到这个易经上面来的它是咱中国的文化的源头咱们无论风水易经都离不开这洛出河图。这个说洛水有一个神鬼背后背了这个图腾这个符号被人们发现以后，觉得这两个东西都是上古天书中国文化的源头它这个数字很神奇，你就现在这个世界的电脑编程都用到这个河图洛书，它这个说明咱们中国远古上古时代的人都非常有智慧，你到现在的电脑编程都还离不开这河图洛书的数字它也是用这个数字代表方位看到咱们看到一个符号这个乙，这下面这个红点阳乙这边是6个点6个，这代表什么呢？这就是乙六水大家每学过这可能也经常听过乙六水2七合3八木4九金，就是从这来的乙六这个在北方属水这个南方呢2和这7个数住在一块叫2七合，南方属合。咱们刚才也讲了这个八卦北坎为水，南方离为火这边是东方3和8，他们是木，属木，3、8木。这边西边这4个和加这9个符号叫4九金乙六水2七合3八木4九金。一个朔离代表方位，中间这是5个加这4个叫戊时图，中将为戊己图，用这个朔离把它带出来。然后咱们再看看这个八卦，这个八卦呢是先天八卦，也是伏羲八卦，这中国上古时候最远古时候的一个图腾这个乾刚才我讲了八卦了，代表天这是最上面，下边代表地为空这个是乾空，这里边坎离艮兑震巽，这是先天八卦代表天地这个方位。然后呢，它又用数字给它带进去乾为1，兑为2，离为3，震为4然后从这边开始巽5，坎6，艮7，空8这些数字和这个先天八卦，到后来我们讲在阳宅这个人居环境的时候都能用得上。这东西从无极到八卦到河图洛书到先天八卦后天八卦，这些东西都一定要记会，记在心里这个东西下一步都能用得上这是洛书，也都是洛水的神鬼背上拖了这个图腾一个符号，这远古时候被人们发现，用到在易经上这个它是怎么讲的呢？它这个有个口诀叫折九负一左3右7
24为简，68为注啊。这个它也是代表方位啊和数字啊。这个是上面就是9个数，下面是1个数啊。它跟这个后天八卦数字是吻合的啊。你看它这个载9什么离9负1空1啊，左3正左3这边是3，右7艮卦是7啊。这个24为简，这个24为简，68为注，跟这个后天八卦是数字是一模一样的啊。乾坎艮震巽离空艮啊，它是罗数和后天八卦的数字是相吻合的。咱们今天不讲的太多，就讲这些，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些未来的这个皇位和家里每个人所占的宫位你的五行生克之化为啥给人带来了病，为啥你的身体健康，这都是一番套一番，一番套一番的。所以我前头讲的东西一定要记住，然后在讲下一课的时候，以后你都知道这些东西为啥我在开始都讲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最后都能用得上，而且它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不要忽略啊！谢谢大家，咱今天都讲到这里啊，大家要把它也复习复习啊，明天我再接着讲啊。